钟楼脚下泰坦大乱斗，反泰坦变态实力展现，泰坦影响、泰坦钻头均不是一合之敌。另一处时间线上演未来时钟的由来揭秘，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场灾难，只能另寻他法改变时间线。Hey guys，PC here， 欢迎看我的频道。在我们 Studio 在频道更新了时钟宇宙最新的剧集，不过不是第39集，而是与之前未来时钟泰坦钻头一样的特辑，也就是特辑的第3集。这集描述的内容是之前未来时钟提到的几条时间线中的其中一条，也就是第1条，详细讲述了大时钟拯救首席老爷导致牺牲了自己，而后时钟人面临反泰坦难题，在泰坦时钟未能回归之下，不得不强行复活大时钟去改变历史。请带着这些大致内容与我一起重新回顾本集，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的细节。看前谨记，视频内容难保有失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，这样会加大我更新视频的动力。那么要了解本集的内容，就要从27集发生的事情开始。那是一个安静的晚上，夜黑风高，寂静无声。随着首席钻头的消息传来，阿尔法与他的钻头在前来时钟基地的路上，他们将要摧毁这里。在此情景下，首席老爷急速响应，号召所有人撤离时钟基地，而他自己就像一个船长一样，在危机时刻也坚守岗位。在确保其他时钟人离开后，甚至不惜留在基地独自面对未知的威胁。阿尔法很快就来了，但小闹钟并没有离开首席老爷，选择共患难。故事在这里就开始发生转折。在正式剧集中，小闹钟禁用了首席时钟的能力，随后从后方发起攻击，一顿连招下带走了首席老爷。事后的未来时钟特辑中阐述了小闹钟这样做的原因，那就是受到了未来时钟的影响。而未来时钟之所以要嘎了首席时钟，是因为如果按照正常剧本走下去，这场战争就会以失败告终。他来到这个时间段就是要改变，随后列出了几个时间线，也就是通过一些改变后产生的结果。无论是未来时钟自己，还是杀戮时钟，亦或是女时钟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更细致的讲解可以去看我相应的视频解析。本次特辑的内容便是描述了未来时钟特辑中第1条时间线，也就是大时钟耗尽所有力量最终牺牲自己的那一条。特辑一开始便是回放了之前的数版短片，左下角标注了多元宇宙时间线动摇。既然有编号数字，那么未来会不会再有其他时间线的描述呢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，或许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衍生出更多的线索，这样也不枉费多元宇宙这个名字。这里虽然快放了，但我们之前已经看过的短片，了解到了其中的内容。这条时间线在正常进行，小闹钟依然留在了首席时钟身旁，因为没有未来时钟的干预，所以没有选择再背刺时钟老爷。虽然首席老爷战胜了阿尔法，但飞机离开了，自己也无法离开时钟基地，且此时他的钻头将要到来，如果不及时撤走，那么恶人将会长埋于此。于是大时钟在未得到修复完成前，超负荷再次动用时间之力，最终导致头部重创，零件乱飞。我想肯定有小可爱要问了，如果此时大时钟不出手，这不跟拜次的结局一样吗？但是要注意，先撇除阿尔法生气跑路不谈，他旁边还有一个小闹钟。假设小闹钟也在此夭折，那么就算一切按照现在的剧集进行，也会影响到未来泰坦时钟出的核弹危机。更别提阿尔法此时已经败了，他现在肯定已经使用了传送球跑路，且后面还有泰坦钻头。我想换作是我，肯定也会立马回到中门让老主出山，那结果肯定就如未来时钟口中所说一致了，出动反泰坦。所以这条时间线到这就已经是个死局了，无论救不救，结果已经注定。但之所以是特辑，就是来给大家做比较的，来证明目前的时间线才是最优解。我们继续，在这条时间线中，老登提前出现在了钟楼附近，也就是29集中的时间提前了。当时是白天，现在是黑夜，且中间没有别的剧情插入，再加之后续他的电视所言需要争取更多的时间，所以显然是提前了。不过此时他的影响也出现在了这里，在当时他曾到过时钟基地，而后就去升级了，直到35集才回归战场，所以他怎么在这个时间线出现了呢？可能是在该时间线中，他们得知了反泰坦的强大，再加之需要给泰坦时钟争取时间，所以没有去升级或是中断升级吧。这不是正式时间线那样有来有回，厕所扣加反水。此时泰坦钻头没有前去守候女钻头，而是出现在了这里对抗反泰坦。他肯定得知了阿尔法跑了后他去做了什么，所以权衡之下，或者说首席钻头出谋，来到了这里立刻回归联盟参战，亦或是阿尔法在愤怒之下嘎了女钻头，导致泰坦钻头发怒，于是直接回归联盟参战。对泰坦钻头而言，哪怕女钻头安全，假设反泰坦摧毁了联盟泰坦，就彻底没有泰坦时钟归来的期望了，更别提女钻头的安危。所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泰坦影响和泰坦钻头出现在这，虽有意外，但都不是很大。而此时发生的种种情节，印证了未来时钟所述的他会嘎掉所有泰坦。只见反泰坦出现，首先与泰坦影响交战，但中途被泰坦钻头插了队，是证明此时的泰坦钻头很愤怒，极大可能是阿尔法嘎掉了女钻头导致。
可以看到太阳钻头的各种攻击招式颇为凌乱，像是街头嬉戏一般的打斗，毫无章法。太阳想伸出链锁，成功拔掉了反太坦2颗能量球，并飞向空中。目前反太坦没有展现出有飞行，这样做的话确实很明智。但反太坦有着一个超魔的能力，那就是复制粘贴，你的剑就是我的剑。在脱离反太坦时，可以看到一共有4条锁链，1双钩爪。但在空中，太阳想转着转着就突然翻了个背，随后变化出的武器向着左右两端一扯，太阳想双臂被拉扯脱落，而后就能看到2把幻化的武器。同时，反太坦尾炮补上一击，他的钻头背后发起突袭，试图拧掉反太坦的脖子。很显然，他成功了。但之前剧中表示过，就算失去了壳子都能复原，只要里面小蜘蛛没事，那就能无限再生，所以肯定没什么用。此时镜头给到了钟楼脚下某处亮着灯光的房间，直接回收此前的预告图。如我们猜测一致，这个地方果然是钟楼里，那么就是说反太坦出现在这里就是为了歼灭时钟成员，也对应了未来时钟曾言的毁掉所有时钟人。大时钟此时躺着，首席老爷在其身旁的地下刻画着某种时钟法阵。太阳时钟也没在电视基地，可见大时钟的离开已经超过了他的时钟归来的重要程度。某种角度来看确实如此，这是一个拥有时间旅行潜力的单位，有了它就等于一切都变成了多选题，只要还能穿梭就能进行修改。所以这就是之前未来时钟称自己是所有时钟力量来源的原因。这个难猜测，感觉按照这个角度深究下去，似乎已然明了。与其说是明了，不如说是汇聚了所有时钟力量为一身。所以这也成为了29集秘密情节，它对于精英双中能抵抗它，导致未来时钟惊讶的原因。即多人力量为一体，既然不能带走他们，可见神秘势力的强大。不过话题扯远了，在首席老爷刻画法阵期间，女时钟动用修复能力，但丝毫没有一点效果，已经不如扳手螺丝刀有用了。见没有效果，首席老爷亲自上手，只见拐杖一顿，地上的法阵纹路开始变亮，但很快就失去了效果，弹开了首席老爷，颜色也变成了红色。纵使首席老爷因为维持法阵的运转，导致双腿跪下无法正常站立起来，也要通过左手强行施展修复法术。修仙之路本是逆天而为，逆天改命将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。他此刻浑身颤抖，显然力量不够用了。而后随着太阳时钟加入进来，所有时钟人同时开始传导自身的能量，渐渐的，先前是红色的能量缓慢的恢复到了金黄色。随着法阵持续运转，能量开始聚合，很快只见金光一闪，这股能量将众人全部弹开。自此之后，从上方掉下了一些锈迹斑斑的齿轮，很显然他们在此施法，显然是此地拥有的灵气高于其他地方，可以借助此地的灵气供给，让恢复大时钟有了更大的几率，所以才能通过此等法术恢复大时钟。但逆天改命视为天道所不容，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除了首席老爷外，全部倒地不起了，显然失去了生机。哪怕是首席老爷这等元婴级别的不是强者，施展此法后也进入了油尽灯枯的地步。好在他们恢复了大时钟，也就是未来时钟。那么此刻得以印证大时钟就是未来时钟。从这个画面来看，与之前未来时钟所提到的付出了所有朋友对应的画面恰好对上。我想他虽然活了，心肯定死了，但还有一丝希望，那就是改变时间线。对视一眼后，此时地板开始震颤，且有着十分醒目的钟声响起，钟楼要塌了。之所以要塌，我想是恢复大时钟消耗完了钟楼的灵气，导致屹立不倒的建筑顿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，变得无比脆弱。地板、天花板、墙壁也随之出现龟裂。首席时钟托起孱弱的身躯，拐杖往地一顿，最后一丝透支的灵气注入下去，钟楼停止了塌方，而他自己宛如风中枯骨，吹之即倒。精密时钟指针也随之定格。危机解除后，未来时钟挺起身来，扫了扫周围因为救他而离去的时钟人，画面切换到外面，一面就是泰坦钻头，但只是个头。显然过去的时间里，他的钻头也被反泰坦击败。可以看到他的监控的状态也很差，甚至还处于狂暴模式，想要继续战斗。当然他的电视阻止了，很快黑暗笼罩，冲刺电空间离开了这里。显然这场泰坦级别的战斗中，反泰坦成为了赢家，唯一能击败反泰坦的单位就是泰坦时钟了。但因为出现了一系列变故，非但没有拖延到时间，反而还提前了。时钟人除一人全部加和西去，泰坦时钟也没有时间给他恢复了。那么这个时间线就成为了一个死局。未来时钟出来后，看到了反泰坦的强大，他没有犹豫的时间，在攻击到了前时空穿梭而走，本集完。所以这就是未来时钟的由来，就是大时钟转变而成，也算是二次强调了时间线，打消了为什么要背刺首席老爷的顾虑。从某种意义来讲，这确实是个最优解。如果后续还有其他时间线，我想结果也是大差不差的失败，最多只是长短的问题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我是皮斯曼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